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0月3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5.40，收盘价是228.5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8.86。最低价是在216.35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2个点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6915.24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2 倍，量增。KD 值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略有增大，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超长下影线的小实体 K 线。那它的特征呢是下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。小的实体在 K 线的上方，那这样的 K 线不分是上涨的绿 K 还是下跌的红 K。通常在上涨走势的顶端，如果出现这样的线型，我们把它称作叫吊人线。如果是出现在下跌走势的低点呢，我们会把它称为叫锤子线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位置。那它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跌到低点后的反弹中，是在反弹中出现了回档的位置。那次日如果股价出现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收盘价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那我们说叫回档成功，也就是会出现回后再上涨的一个现象。那股价呢，日后将会继续上行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 K 线出现开低走低，收盘价收在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的下方，那则股价容易继续回档，甚至是出现下行的走势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28日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我们说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24，在这个位置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收在216。那我们还给出了第三个可能，也就是股价在当日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33，但是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3的。实际在10月28日收盘价是在228.52，出现了高位的横盘。这与我们预测的横盘的结果的收盘价在点位上虽然相差是比较多的，但是本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。那这样的现象对于股价的上行是利好的信息。
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 K 线啊，在我们标记的这个很宽的这个支撑区间内啊，得到了支撑。那收盘价是收在了高位，那说明当日是有多方力量介入的。那所以接下来啊，我们先来看看股价后续的上行。那在10月31日，股价如果出现上行呢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34，也就是10月27日的最高和上方的这个小的缺口。那如果股价能够站上它们，那股价会继续反弹，目标一定是要回补上方的这个大的缺口，也就是257到262。当然，在到达这个缺口之前啊，我们说在245这个地方是一个重压力，245也就是10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同时245呢，它也是这一波下跌行情50%的成本线，因此我们说它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压力。那我们先在这个地方加一条线，好，对，那我们说，如果后续股价能够站上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234，继续反弹呢，我们说在245这个地方啊，将是一个重压力。那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区域这一波的反弹很容易结束。对，也就是说预压如果不能突破，股价会折返向下。对，那当然啊，如果股价能够站上245呢，一定会继续上行反弹，然后去回补上方的缺口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下行的目标啊，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16。那我们说啊，如果我们把这个目前的股价判断为相对高的，也就是反弹到了相对高的位置，那这样的一个 K 线啊，也可以称为叫吊人线。那出现吊人线啊，后续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下行的。所以我们说第一个股价如果出现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这个吊人线的最低216。那我们说股价如果下行，要跌破216，在这个区间内啊，我们会发现各条均线值将成为支撑，也就是在这个区域依然会有一个比较宽的支撑区间。对，好，那么如果股价跌破了216，完成了这个目标，那接下来就是210。那如果股价在跌破210，我们依然保持之前的看法，就是说跌破210，股价会出现新低，也就是说出现低于198的低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调整一下目前的辅助线。我们先把这个矩形移开，一会儿我们还会用到。然后呢，我们在216这个地方加一条观察线。我们再把210变换一下颜色。对，好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上方如果站上234，会继续反弹。那在245这个地方啊，如果预压不能突破，将标志着本轮的反弹结束。那股价呢会转折向下，
当然，如果能够突破，那股价会继续出现上行的走势。好，下方我们要关注216，跌破216会有下行的走势。那出现下行的走势，如果在跌破210，会有一波新的下跌的行情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31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我们说，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234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就是245，第三个压力位就是这个缺口257到262。然后下方的支撑，首先我们依次来看一下，就是首先到来的支撑是5日均线值，是在224到227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23到222，在这个区间。然后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21到219。那我们会看到还有下方还有2号趋势线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3个均线值我们把它合并。那第一个支撑区间是在219到227，我们会看到这也是非常宽的一个支撑区间。我们把这个矩形加在这个地方。首先我们先删除这根红线，对。那这个矩形呢，上方是在227，下方是在219。好的，好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叫支撑区间。那第二个支撑就是前低216，在这个位置。第三个支撑是210，当然再向下就是198。好，那我们也会看到，在10月31日开盘之后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那在这个地方是有很宽的支撑的。我们说它并不是强支撑，而是说在这个区域每一个点位都将成为支撑位。但是这样一来也会很危险，就是一旦股价回档跌破了这些支撑呢，那一定会测试216。如果收盘价再跌破216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出现下行，对，也就是这一波反弹呢到234就结束。如果是这样的行情，对，当然我们说股价在这个宽泛的区间内如果遇支撑，还很容易出现继续上行。对，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10月31日股价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上涨。如果是上涨，那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。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7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会到达238.5，收盘会收在236附近。对，那出现上涨的这个可能它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，也就是它必须是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4的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，股价将会出现上涨。好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。
那如果是回档呢，它有可能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1.5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会到达219，收盘会收在221.5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0月3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